昨天是封主任，今天是廖佳敏，每天都有人跑到我这儿来投诉你。真的不知道那个人是封主任的儿子。不知道你也不能给人建议，让人父母离婚啊。那如果有人跟您说他的父亲是暴君，独断专行，不仅不给孩子生活费，而且还不顾妻子死，我错了，我这就去给封主任道歉。算了，保健品的事情廖佳敏已经说了。如果你们确实觉得钱花的冤枉，他们可以退钱，但是你们必须签一个保密协议，承诺他们。那个，我已经召集了10几个人都要告他，他们能都给退钱吗？谁让你这么干的？谁让你这么干的？您之前不是跟我说过吗？一个专业的骗子，他是绝对不可能只骗一个人的，所以我就受到了您的启发，于是我就。好。那我现在再重申一下，你是我的助理。你的主要工作就是完成我交给你的任务，听懂了吗？您交给我的任务就是让我调查蓉蓉，我已经调查过了。虽然我不认可您的做法，可我还是按照您说的做了。调查报告我昨天就发到您邮箱了，邮件显示您已经读过了。我是读过了，所以我亲自起草了协议。早知道你这么闲，应该让你起草。起草什么？和解协议啊？我让你调查蓉蓉，是为了让你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。你以为我要干嘛？那，这个和解协议他签了没有？没有，他说要给何塞看一下。我就知道，我在给您的这个调查报告里面已经写得很清楚了，他所有的重要文件都是要经过何塞老师过目的，也就是说，何塞老师就相当于他的私人法律顾问。但是除了这一次，何塞老师他要忙于杜飞的案子，于是呢就请兰兰帮这个忙，没想到这个忙帮出了这么大一个篓子。其实我知道。蓉蓉她打从心底里，她可能是有点不大认可兰兰，因为她不是一个容易相信别人的人，这跟她的原生家庭有关系。你不用把你报告里的内容再重复一遍。哦。何塞的父亲何家一先生去世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刚刚。喂，蓉蓉那边没有问题。好，那我马上联系罗琦的律师。我已经联系过了，他就在我对面。有些细节要跟我谈。那你现在马上带他去会议室，我过来跟他谈。对不起，会议室可都满了。难道没有其他会议室了吗？我们并不需要很长时间。有，我帮黛西留了一间。哦，对，我让丽娜姐给我留了一间大会议室。大会议室现在。为什么要留大会议室？是要让那些保健品的维权老人来开会吗？对，马上取消。我没时间听你解释，我再重申一遍，你是我的助理，按我说的做。可是我发的是微博，我没有办法跟他们一个。那就删除微博道歉，或者说微博被盗号了也可以。有什么问题？时间紧迫，今天必须签。为什么要这么紧？因为我们已经接到了法院的电话，周一就要开庭了，除非你想走法律程序。我们不会输啊！我们今天不是来讨论某一场官司，谁会输谁会赢，我们是来共同讨论如何签署一场停战协议。那就必须季玉和蓉蓉共同签字。这意味着我要跟我的客户重新去沟通了。这一条没得商量，因为你的客户和季玉是夫妻，所以即使蓉蓉签了协议，不再以同一理由起诉，那他万一逼着季玉起诉呢？季玉不是这种人，你不了解他。我了解人性，人是会变的。皇帝宠爱了新的妃子，尚且会把立好的太子废掉。现在蓉蓉有了孩子，万一这个孩子更让季玉喜欢，很有可能季玉就会翻脸，逼着罗琦还钱。他不会的。那就不签了。你们没有诚意。
我来告诉你什么叫诚意，为什么蓉蓉同意和罗琦签署这份协议？是因为你们打不赢这个官司。不是因为罗宾承诺了，签署完这份协议之后他来还钱。来来，演得真好，啊，真会演。一个签姐夫，一个签小姨子。你太无耻了！罗琦为什么卖了房子又要买房子？是因为你给他规划了一个特别好的远景，可是他卖了房子之后，我就失去了最大的客户。我之所以失去最大的客户，就是因为你的前姐夫，所以这个钱你出，理所当然，你必须出。我会想方设法阻止罗琦嫁给你。你要感谢我。感谢你什么？你说服了季玉。蓉蓉提出来了，让季玉签字，同时还加了一条：夫妻二人共同财产必须夫妻二人同意了才可以。那季玉同意了吗？他们随时都可以过来签字，不过他有一样要求，必须当面签，同时签。那我还钱的那份协议，我把措辞已经修改过了，我没有写欠款，也没有写还钱，我写的是自愿支付。那我需要再强调一下，本协议双方都有保密义务，任何时候本协议的任何细节都不能让你姐知道。也不要让季玉知道，我不希望让任何人知道。你是不是觉得让别人知道特别丢人啊？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从来没有输过的罗大律师，竟然自掏腰包和稀泥。我工作特别忙，然后照顾不上父亲。好，这后来呢，也不知道认识个什么人啊，带他去什么将军养生基地免费旅游，他就去了。这一去啊，就入了坑了。天天的免费讲座呀，各种养生讲座，其实啊，那就是个洗脑。对，是。然后啊，就有什么啊，保健专员进行1对1的服务，是吧？其实就是套取你的经济实力，然后再根据你的经济实力给你定做什么养生套餐。哎，我父亲还行啊，我也就是个普通白领，有个老太太，儿子很有钱，结果就给定了个几十万的那套餐呢。您说的那个将军养生基地是不是就是养老院啊？叫养老院他骗不了钱，叫养生基地他才能骗呀。没错，姑娘，你说的特别的对，他就叫那个养生基地。你说就我这个经济能力这么差，我根本就住不起那个什么养老基地啊。他们说没事儿，哎，老先生，您就到我们这儿来做一个免费体检，免费的，我就去了。然后就有一个什么保健专员，就天天后头跟着你，还管你叫首长呢。那就是套取你的经济实力，那就是。那您还记不记得那个保健专员叫什么名字啊？哎呦，叫丽丽啊，对，叫什么丽丽，都起的是那些什么外国名，都是难记着呢。骗子怎么可能跟你说真名呢？是。我跟你讲啊，特气人。我呀是偶然回家，发现我爸的房间里堆满了保健品，一屋都是。我找人问了，这些保健品成本价在10几块钱，他们卖到了几千块，太黑了。那您有没有保留付款凭证啊？有啊，我这都给你拿来了，您看看，有刷卡记录。哦，您看一下。如果您手上有任何的证据，包括这种购买凭证的话，都可以给我，好吗？
风姨让你去趟他办公室，他来上班了吗？刚来，他让你现在就过去。这事儿我们一会儿再说。我觉得今天就签了，避免夜长梦多。我总得先看一遍吧。我已经发给王丽了，她是你姐的代理律师，你又不是。那你还跟我说什么？因为他们双方这份协议一旦签署了，你就得支付给季玉给罗琦的那笔首付款。对不起，我纠正一下，这笔款项的名称应该叫抚养费。不管叫什么，反正由你来支付。不，叫首付款，我就不还。现在合同里面写的是款项，是季玉给罗琦的那一笔款项，这笔款项由你来还。那可以，我没问题。现在的重点是王丽那边。他应该知道自己占了便宜吧？这种官司没有赢家的，就看谁的伤亡更大。他当然无所谓，伤的又不是他。你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。我从不盲目乐观。大大，来，把门关上。坐。怎么了？想跟你商量商量。今天我们做个交接，你接替我的工作，我指的是职位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你怎么看我？我指的是对我这个人。良师益友，发自内心的，真的。良师益友，我对你们来说是良师益友，对我的家庭呢，我是什么？嘉豪这孩子，嘉豪这孩子恨我。他认为他妈妈生病也有我的不是，因为我没有好好的照顾他妈妈。生病有很多种原因，比如说遗传基因，还有说实话，陶月嫁给我，确实是非常辛苦。嘉豪啊，他问我，他说：“你说你对我妈妈好，好在哪儿啊？你们俩连个结婚照都没有。”那说明不了什么问题。你只嫌拍婚纱照太俗气。我也是这么跟嘉豪说的，可是他不这么认为。他说：“你嫌结婚照俗气。”你干过什么不俗的事儿？你除了工作，你带我妈妈去国外旅游过吗？你陪我妈妈逛过街，买过东西吗？那是因为你一直在工作，你一直在为了支付这个高额的医疗费，在工作。陶月他生病啊，是这几年的事儿。在没生病之前，我真的是没有好好的陪陪他。您确实太忙了，所以我决定离开律所，好好的陪陪陶月，要不然我怕真的来不及了。您可以请假嘛。比如说律所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儿的时候，您回来。平常您又在家里陪陶月，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。要是这么做，
对律所不负责任，对我的家庭也一样。我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，我不能总对陶冶说对不起，律所里有事儿。不行，欠陶冶的是一定要还的。我已经和主要的几个合伙人啊都打过招呼了，他们对你接任没有什么意见。管委会在小范围里边已经做了调查，你的呼声很高。从今天起就是现在，你先干起来，人事部门走程序，同时进行。恭喜你！恭喜你，罗斌主任。我希望全景在你的带领下风生水起，蒸蒸日上。来吧。好好干。我今天就先回了。我那办公桌里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哪天啊，你吩咐个人给我送到家里就行。放心吧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律所今天之所以叫大家都过来呢，是想要群策群力，大家把所有遇到的这种诈骗的问题，通通反馈给我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统一去上报。他们不是咱们客户，是来投诉保健品的。黛西负责接待一下。保健品的话，我建议我不管了，在吃之前以后就是你负责了。或者说是购买。那句话是怎么说的？长江后浪推前浪。祝贺，祝贺什么？你知道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蛛丝马迹。你打算什么时候让大家知道？我想恐怕程序上还需要一些时间吧。是你自己还需要一些时间吧？喂，你看了吗？我让丽娜给你了。我看了，我没什么问题，但是那就没问题了，先搞定了。那王丽，她正在来的路上。你确定她不会再有什么麻烦了吗？你是不是想问我怎么搞定王丽的？我威胁了她。威胁？威胁之下签署的协议是无效的。我骗你的。那实际情况呢？你就不用知道了。我必须知道。为什么？如果你使用不恰当的手段搞定对方律师，对方律师如果到律协投诉的话，我们律所会受牵连的。我保证是恰当的方法。什么方法？我需要知道，我必须知道。我没骗你。王丽呢，就是想在你姐面前表现一下，刷个存在感而已。所以我就跟她说了，她可以到咱们律所来上班。我跟她提过同样的建议，她为什么没有答应呢？你提不成啊，她跟你有过节。我姐原来打算成立家族信托事务部，后来各种原因，我姐就走了。这块业务我打算接过来。如果她愿意的话，我可以跟她一起。她来做高级合伙人，我不可能答应。封印会答应的。你问过封印吗？